再看看两岸关系，当然我们自己觉得已经是断联、互相不沟通的情况，在外媒来看待呢，《纽约时报》直接揭露说，解放军除了飞弹实力不断增强，因为93阅兵让他们开了眼界，但同时呢，还有大动作的改装大量渡船，准备作为军事使用。他们直接又在分析了，每次智库啦，《纽约时报》都在讲台湾最危险的哦，又要马上要引发台海情势变动了哦。其中东风26的弹头有双锥体加弹翼的构体哦，未来这种机动性是非常危险，一直在强调很危险，很危险，甚至可以直接打到关岛去，所以。美国现在怎么因应这种军事实力呢？美国前国防顾问就说，应该跟日本共享核武，那用核武的保护伞才能够承诺未来不管大陆的发展新核能的战力的这种客观来看，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有办法相对的安全，有可能吗？但是对川普来讲，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因为我们大家一直猜了半天，他到底把全球的军事将领召回去美国要干什么？结论是宣导一番，然后演讲吹嘘。那他其中呢特别嫌弃了这个所谓的舰艇啊，尤其是现在的军舰啊太丑了。他说他自己是很重视美学的，看看这段。I'm a very aesthetic person, and I don't like some of the ships you're doing aesthetically. They say, "Oh, it's stealth." I said, "That's not stealth."An ugly ship is not necessary. 好金土豪美。他说那个隐形的飞机、隐形的船都太丑了。其实不止，他也说那些将领太胖，说太肥胖的将领，对，要求他们自己辞职，因为他很有美学的观点。原来真的只是宣导了一番他自己的观点哦，所以到底美国的军事实力用讲的就会好吗？那其中美国的大豆现在困局很大，贝森特手机里面财政部长啊被媒体拍到的这个简讯内容，哇，曝光了一个他们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就是呢这个讯息告诉大家说，警告啊，阿根廷啊。帮他们刚刚救了阿根廷的各种纾困啊，救他经济啊，结果呢却对美国大豆农民带来冲击。这个截图里面是手机上面的截图，就写还在收集更多情报，真的很不幸。就阿根廷完，就阿根廷因为取消谷物出口关税，降低了对大陆的价格，直接大陆就找了阿根廷买啦。那我们呢？我们大豆没着落。那川普继续发文，他说他4周后就要见习近平了。那其中我国的豆农正受到伤害，这个压力一定很大，以至于让他还要公开再讲一次。所以出于谈判的原因，中国大陆没买嘛。所以我们已经通过关税赚很多钱了，美国已经赚很多钱了，所以我们将从中取出一部分来帮助我的农民给现金。我们花莲的农民类似这样的概念。4周之后，我要将跟习近平见面，大豆会是一个主要的话题。所以刚刚我吕仲才会说，半导体哪里有大豆重要呢？是这样的概念吗？那川普要在 APEC 请习近平买黄豆吗？美国农民说拜托，现在影响最大的反而是你政府关门了吗？因为联邦政府关门的关系，让他们的农业贷款的各种的拨款通通都被推迟，所以路透社报道，现在对农民来讲，直接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钱的补助通通都没了，你还在想接下来要用赚来的可能各国关税抢来的钱再来给大家，来不及啊。美国政府停摆了，那黄金价格再创新高，金价一直往上追高，完全都是川普的功劳，创下了每盎司38.95美元的新高，而人民币呢也成为一个新的避险的避风港，成交量、交易量冲到了8170亿美元，很神奇耶，美股还是很好，台股今天也再创了新高，台积电也再创新高，所以不管美国政府有没有关门，大家都股市都还是很好太特别了。所以川普现在的做法呢，是不是把盟友推向的中国大陆呢？这是来自于美国密西西根州的州长，当然是民主党的，他在加拿大的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正在用一种混乱的国家关税政策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曾经坐在总统的身边跟他讲，当我们对加拿大说不的时候，就等于是对中国说是，意思就是说让所有的这个关税的政策逼着大家都到大陆去跟中国合作吗？甚至说弄巧成拙，美国减1没有美国这个政策，各国尤其是欧盟重新修正了停止自由贸易谈判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现在呢，没有美国的新联盟经济盟约正在引燃成型，其中像看看来自于这个欧盟啊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跟谁呢？跟南美啊，跟墨西哥啊，跟印尼啊，但是通通都没有美国，尤其像印度也正完成了这样的协议。亮哥，这个你引述了很多媒体啊，在讲中国军力的崛起啊，那这个跟川普在800个将领面前讲的话，刚好是完全是2件事。没错，2个世界。川普实际上他强调的是第一个就是组织整顿嘛，以后这个 DEI 你少给我搞这个啊，可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啊，他说我们要面对的是美国国内的敌人，而且这个视同真正的作战，没错，他不只要派去芝加哥啦、Memphis 啦，还有那个奥勒冈的那个 Portland 啊。那个 Antifa 的总部，他形容是恐怖分子在国内，他根本就觉得是敌人，根本就是反恐的啦。我们不要说内战啦，可是基本上他认为美国是极度不安全，而且还不止这样，还有周边的禁毒也必要作战啊。以前都是 FBI 啊不够，军队要介入啊，所以委内瑞拉就派6艘军舰啊。那未来还有非法移民，他可能也要用大量的国民兵啊。你没有发现他这个当着800个将领，中国威胁好像没怎么说，真的，对不对？他只有嫌丑而已，对不对？就是西太平洋没有谈啊，也没有去谈中东啊、欧洲啊、俄乌战争啊。我觉得这个才是美国的大问题啦。我认为美国川普只是不讲啊，可是未来他剩下2年多的任期啊，恐怕是真的回来整顿美国内部，还有整顿美洲的秩序哦。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回到孤立主义的基调。美国历史是有这个传统的哦，就是他有时候会觉得我干嘛去介入外面的事情，我投入那么多也不一定会胜，然后代价风险也那么高啊。比如说我干嘛跟中国作战？台湾有那么重要吗？他可能都在考虑这种问题啊，因为卷入台湾的战争恐怕是没有办法立即停止的战争啊，你可能要受损很大啊。所以我认为未来恐怕类似的美国的基调就会慢慢调整哦，比如说西太平洋要不要做部分的撤军？第一岛链是不是就偏重日本跟菲律宾？台湾就越来越不能摆在里面啊。那甚至不是有人在传的吗？华尔街日报说要不要跟中国做交易，直接就讲反对台独啊。那这个只是第一步啦，中国最后一步一定是，那你来支持和平统一嘛？那当然就不会打了嘛。我觉得我会有3阶段啦，第一个叫你讲反对台独好不好？那第二就是你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那最后才是和平统一啦。那这每一阶段哦，川普都要换钱的啦，所以他在算嘛。所以有人在说大豆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连续5个月都不下单？中国大陆大概也知道川普很爱钱啊，所以全世界都知道吧？我跟你讲啊，中国跟美国买的大豆，去年2024啊，那已经降到20%了，128亿美元，非常惊人的一年哦，128亿美元，以前更高，以前是200亿美元呢。没错，哦，所以你说这个钱我们台湾愿意负担啊？杯水我们台湾车薪，负担25亿，好不好？我觉得赖清德就是这种思维嘛，就说我这样搞不好可以讨得川普的欢心。你太幼稚了啦，吃不饱，怎么可能？塞牙缝都不够。吃不饱。哦，我跟你讲，我最近看到那个鲁特尼克，不是说晶片55分吗？是，那个不是针对台积电的，是针对整个晶片制造，没有错。所以鲁特尼克后面讲一句话，那个才是要命的。他说我们的任期到2028啊，我希望在2028的时候，你可以达标到40%。那他估计啊，你如果整个晶片制造40%要到美国，那从现在到那个时候，台湾要投资5000亿美元。我们郑丽君代表说他不接受，这个才可怕，这个才不，因为郑丽君那个是他就讲台积电的，我跟你讲，台积电的10年计划本来就是一半要到美国，你去算它的总资产，它在美国投资是1650亿美元哦，台积电的总资产是多少
台积电现在的总资产只有2300亿，所以如果未来10年它要投资1650亿，本来就过半啊，是也差不多，本来就过半了。所以台积电事实上只是执行的进度速度而已，它的计划就是一半要到美国。但供应链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全部都要那个很多是成熟制程，是搞不好连日月光都中，联发科也中。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外媒各种报道台湾的消息呢，其中包括了有报道台湾现在很危急，随时要动武的啦，有说逼到台湾到时候可能会用到核武的啦，甚至也讲到说要跟日本、美国必须跟日本共享核武。我想整个应该这样讲，93议兵之后啊，应该对整个地缘政治丢了2个催化剂2贴，一贴呢是中美之间堆了一个催化剂下去，两边的关系所形成的变化会加速。第二个是两岸之间也丢了一个催化剂，就是说正在改变的东西会加速，这个加速起来就整个的地缘政治将发生很大的改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台湾的命运已经在轨道上了，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但是呢，日本可能面对了整个的亚洲的一个地缘政治发生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日本的命运可能要重新思考。过去它是脱亚入欧啊。所以在西方的眼中，日本是西方的国家，从西方没有把它当作是亚洲的国家。那可能呢，这个脱亚入欧的日本，面对了今天中国的崛起，面对了美国必须从亚洲慢慢撤退的环境下，是不是必须重新思考脱欧入亚，它才能够在亚洲占有一席之地？否则，它在亚洲的地位会慢慢的改变。毕竟东升西降，这已经是一条道路了。在这个情况下，日本千万不要有动核子的念头。今天日本只要有动任何想有要去这个做核的念头，或是想做他的这个宪法里面想去动这些的想法的话，它一定会带来很大的灾难。就如同刚刚严老师讲，英国的军舰来到了台湾海峡，来到了中国的沿岸，跟其他的国家的军舰来的是不一样的，历史的感觉不一样，一样的道理。日本这个时候的作为也会让整个的中国的情绪是不一样的，而这个中国已经跟过去不一样。第三个呢，中日假如必须要和解合作，这是因为只要中日两个在亚洲能够和解合作，双方都赢，亚洲是赢。因为日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挑战中国了，而中国的历史也不会故意的要去侵占日本，所以两边没有理由。假如美国这角色在改变的时候，没有理由双方是要生一个敌对的。所以还是回到孙中山那一句老话，日本要想一想，要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者成为东方王道干城的一个角色。以前是他可以做唯一的角色，现在是当做一个角色，可能这个是要重新思考的一个地缘政治上一个蛮大的变化。日本自民党主席4号选出来新的主席，决定首相，可能也会改变新的路线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两个人都是反中。川普关税政策接下来是不是变世界减一？各种关税的新协定正在成型。我想，川普开头搞关税，我就不太懂。第一个，他是无差别待遇，就是把他的盟友全部都一样的重税来课征的时候，你就是把你的盟友赶走啊。那你自己去想，他们会不会跟别的人去结合？结果现在看起来你看这边提到墨西哥跟印尼，我一定要特别提一下，因为这两个国家曾经被就是把他们就像我们讲金砖国家一样，说下一代的金砖。或者就是说兴起的国家就是墨西哥、印尼然后奈及利亚跟土耳其，他们叫薄荷国家4个。你这样子喊他们现在你看就开始要集结咯。所以我就觉得说，今天大家会慢慢把美国排除在这些双方互动。欧盟本来就跟南美洲就有这种自由贸易的协定，大家就开始还是继续维持他们区域之间的自由贸易。
但是没有美国了。那美国自己觉得说，我可以不靠自由贸易，我自给自足。我就要问他一个问题。好，来看看那我们赖总统跟川普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想尽办法要表现台湾对于在美国关系到底好不好？赖总统在接见美国来的议员的时候，特别的表示我们要买很多美国的农产品，尤其现在中国大陆不买的那凤梨啊，大量的采购啊，他还特别公开的讲，输入高品质的饲料用原物料啊，对台湾很有帮助啊，可以增加我们畜产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台湾的粮食安全。众所周知，这个所谓的农产品大量的进口，才会对本地的农民产生排挤效应。现在讲成是对我们农产品很有帮助啊，像过去讲曾经安倍促成五眼联盟 AUKUS 的这种言论呢，新闻稿删掉，被当成笑话呢，总统府删掉到现在。那面对对日本的这种贵资美国可以接受吗？如果两岸的和平跟美国没有关系，都是安倍的功劳的话，那川普情何以堪？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被说要55谈下来的分账的这个关税晶片到底如何，但我们看到的是美方可能会对台湾很不满的是这个新闻，因为呢，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台湾成了俄罗斯买石脑油叫做轻油的最大买家。这不是川普最忌讳要去搞巴西、搞印度的重要原因吗？那自从2022年2月以来，台湾已经进口总额49亿美元，那新台币有1400多亿。去年跟今年比起来还增加了40个百分比，直接占了该国出口的20%。我印象好深刻那个时候我们的企业有的没有从乌克兰，没有去支持乌克兰，甚至没有从俄罗斯撤出来的时候，还被出征，记得吗？大家就说哪个企业还在卖俄罗斯？结果我们自己还在不停的买啊！外媒报道，台湾成为全球最大的买家，理由是什么？为了半导体，我们需要这样的石脑油来作为台湾经济支柱的这个所谓半导体需要的化学原料。但制裁俄罗斯制裁了半天，台湾是自视为乌克兰盟友，却成为最大的俄罗斯支持者吗？那所以台湾要注意了 ，G7 财长联合声明发布宣布了，将打击增购俄罗斯石油的国家，把矛头指向了所谓规避制裁、提供便利的人。虽然美国自己也买了，但他总是制裁别人嘛。那台湾呢，会不会因此惹得川普又更不开心了呢？其中台湾感受到台海的压力是这样：北京在要美国反对台独的部分，看起来是不是更进一步了？马上川普宣布就要跟习近平见面了，但美方呢？拒绝赖总统过境美国，还有暂缓4亿美元军援，这是川普的决定。接下来，台湾还感受到更大的问题吗？因为有媒体揭露说，北京方面直接要求美国不支持台独这样的说法，字眼要改成直接反对，更激烈的去反对台独吗？加上最近台海之间为了美国这个晶片55分的议题，台湾很忧心了。川普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分析里面认为会跟北京达成贸易协议，牺牲台湾利益呢？所以是翁履中讲的川普深觉台湾的软土了，因为半导体比不上大豆重要。哎呀，大豆农民这一块他是需要跟农民交代的。其中有个新闻是这样，英国的舰艇在穿越台海的时候是9月中发生的事情当时传出来说有个惊险的内幕，解放军战机疑似对于英国皇家海军蒙里奇号护卫舰进行了模拟导弹攻击，传出来有各种军事施压的动作，那也让英方的舰艇非常的惊讶。那蔡正元分析说，英国派舰来到台海本来就有挑衅的意味，来干嘛？这不是校正是什么？不安好心。所以双方这种军事动作背后都充满了政治角力。那另外一个新闻是来自于说，美国国防部有规划如果呢台海真的发生冲突，在印太这里就有个假设情境已经在他的计划里吗？说30天之内就会美国方面动员5万后备海军，万一印太这里爆发冲突，会来驰援相关台海的战局吗？亮哥怎么看？赖清德这个进口美国农产品，未来4年要增加100亿美金这个虽然不是政府，他说是台湾业者进口业者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了。我举个例子去年2024，台湾从外部进口美国的那个农产品37.8亿了，
美金，台湾啊，去年一整年哦，好，你现在100亿除以4嘛，一年你要增加25亿美元的进口，那你说是黄小玉加牛肉，好，那我就说大豆好了，好，大豆因为你要先解那个美国的急嘛，你如果进口25亿美元的大豆，请问你要干嘛？我们台湾一年进口美国的大豆是6亿美金，那这个是一半，我们另外还有从别的国家也差不多进口5、6亿美金。你突然之间要进口25亿美元的大豆，那这个都是转基因的，都是基改的，所以它只能够榨油，不然就喂猪啊。你喂猪，请问你哪有那么多猪来吃啊？总统说是高品质的，我跟你讲，就是喂猪跟榨油啦。这样高品质，因为它是转基因，转基因不能直接吃嘛，好高的品质，不能直接吃嘛。是，好，那你就说，那你这个就会联动到猪肉市场啊，因为你这个猪饲料就是要喂猪嘛，啊，那我们一年进口美国的牛肉是7亿美金，所以你说你也要进口美国的牛肉，那一年要进口多少？增加10亿、20亿。你进口牛肉不会压到猪肉吗？所以我说你这个是逻辑是什么？所以那个谁啊，张家军出来质疑是很有道理的啊。他说：“请问我们怎么消化？我们国内市场怎么可能不被冲击？好，你如果进口小麦就是面粉嘛，那你就是要呼吁国人多吃馒头跟面包嘛，它不会冲击到稻米，怎么不会呢？那你如果是进口玉米啊，我就不知道你进口玉米是要干嘛了玉米我们吃的也不可能那么多啦，所以我跟你讲，它大部分会进口大豆，就是要帮美国解燃眉之急啦，那我跟你讲我认为最后一定搞不好他把进口大豆之后还拿去送给人家，不然因为这个不能吃啊，这个是榨油饲料用的啊。那到底要怎么使用也不讲，我才不相信台湾的业者、进口业者会为了你赖清德来卖这个面子，市场价值是不具备的，不可能嘛！因为你大豆每年进口就是6亿美金，牛肉一年进口就是7亿美金，这都查得到资料的啦。那全年的总进口37.8亿，里面美国占一半。你说要换凤梨，那这个更可笑。我们的凤梨一年出口只有2600万美元，而且大部分是去日本，这样那个太远了啦，太远了嘛，不是根本竞争不过中美洲啊，对吧？所以我说你说要出口是要换凤梨，这个更是骗人，那简直是胡说八道嘛！怎么会有这种总统呢？委员，这种总统就在你旁边了，我你是别安怎了？是这样的。第一个，美金不会来，就是不会来。这个，我讲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美国自己已经很清楚，他能不能来，他可不可以，他有没有本事来，他想不想来，他比我们都还清楚。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花时间去讨论这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关税的这个事，台美关税的这个事情，我简单的把它归纳起来，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关税的总量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税额还没有定哦，这是暂行的，所以到底我们要多少还不知道。还有重要的，美国要我们买什么，要买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哦。现在都是喊话的。那台积电要被搬走多少？美国开了，我们说没这一回事。那天然气的钱，天然气的投资，我们也答应了。所以我们到底还要再给美国多少钱？关税未定，要买什么东西不知道，那要买多少不知道，要再投资美国多少钱不知道，台积电要被搬走是都知道。这是什么政府啊？所以我送他几个字：民进党面对美国，民进党政府面对最后叫跪、舔、送，就这样子。这3个字大概就可以完整的把他的态度给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轻油进口台湾的问题，不要等闲视之。他有2个方案。第一个，现在他怎么来才讲印度的？说哎呀，你进口，所以你要怎么样？你不听的话，我就要加你的关税25%。对，这个故事换成台湾通不通？通不通？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那所以现在未谈判的事情跟这件事情有没有相关？有，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没相关。而且透过卫报这种八卦报啊，给你放出消息出来啊。金融时报也有的。对啊，就我不管了，就把你放出来。这个消息谁放的？不会台湾自己放的吧以？前《金融时报》都是我们自己放消息，对吧？金融时报对吧？谁放的？那放这个消息很简单，你把台湾跟印度、跟美国处理这些，把它放在一起看，你就知道了。第二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道德的挑战。哎，印度人那还好，人家印度态度在这个乌克兰战争里面，人家的态度是另外一个态度的呀，但人家没有挺进去的呀。可是台湾是力挺哦，一面你嘴巴讲力挺，那一面呢？一面你帮了俄罗斯，这个时候你再告诉我，什么民主联盟，哎，把你丢掉刚刚好而已。你不但大内宣是说谎，你大外宣也在说谎，那你这样子的一个政府，怎么立信于国际之间呢？所以这个政府是把国家搞得简直不可收拾的烂了。所以真的很难乐观看待台湾谈判的结果。严老师，我自己在美国中西部留学啊，所以我对这个大豆、黄豆啊是非常敏感的啊，还有玉米，因为我住的我们那个学校，印第安纳州、跟 Ohio 州、跟这个伊利诺州啊，大概就是那个田，就是这个是这个是大豆，完了就是这个 soybean 就是大豆，然后就是玉米，玉米完就是大豆，大豆完就是玉米，量是很大的，就是很大的。然后我以前因为我们在台湾都觉得大豆我们吃豆浆、玉米，我们那边吃烤玉米很好，人家全部都是拿来喂猪嘛，都是拿来把它磨成粉然后放在那个大的那个 silo 里头，所以这种是基改的话，根本不会是人吃的。那我们台湾今天进那么多，我们的猪也要。我不晓得我们真的这样，亮哥刚刚讲，我们有那么多猪来吃这些东西吗？大概也很难。你今天不要笑刚刚讲说要把它送出去，对不起如果我们要把它送到所谓的我们的邦交国，以前说他们缺粮食，非洲最讨厌美国的基改，绝对不要，因为美国常常故意制造说非洲有饥荒，我们要送粮食，非洲说我不要你的这个基改的东西不然把我们的种给搞坏掉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有这么的能量，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大胖子，要吃这么多东西吗？又是牛肉，又是猪肉，又是这些基改的东西。好，那最后再来看这个，我觉得我是这个，如果我们真的从俄罗斯进口这么多油之后，为什么我们不低调一点？没事还要站出来？好像谴责俄罗斯，这个是《金融时报》给你爆料，对嘛？不对，但是我的意思，你知道你自己有软弱的时候，你要低调一点嘛。那另外就是，我觉得英国也是应该低调一点。英国你可以到处走，但是你现在真的不适合在亚太地区，特别在这个东海、南海这个地方出现。为什么？200年前你出现的时候，大家想起来，中国每次讲说。这个200年来的羞辱都是讲1840、30年代这个英国的这个船来了以后包括这个卖鸦片等等。那你英国没事还让中国提醒一下中国说，是我造成你们差不多100多年的这个非常苦难，然后现在你们现在变成那么强了，我跑出来干嘛？我来得罪你，来提醒你说是我造成的苦难吗？如果我是英国、美国，因为没有这个问题，美国过去。对中国对台湾，大概除了2次大战炸过台湾之外，基本上他没有跟中国直接特别没有那个怨恨可是英国有的，所以我要是英国，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可以帮美国在别的地方走走在印度洋走走，但不要到这边来。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只不过农业部过去买我们国内农产品大量纳税钱买完，结果就倾倒到河床我们蛋不是就直接销毁吗？有在烦恼去哪里吗？没有，那个蛋我很觉得好可惜，应该给我们民众拿来丢政治人物用。好像还物尽其用是吗？够臭，你知道？对。好，我们来。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第2小时陪伴我们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晚上6点钟，待会儿我们大白话结束之后，马上就要登场的是 TVBS 跟联合报共同主办的国民党主席辩论会，而其中郑丽文在这次最近的民调里头，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发展吗？这是来自于风传媒先前根据艾普罗的报道，他说这个调查里头呢，针对党员的调查都是郝龙斌居上风的，而在这一份里头的调查，说是针对党员民调，却以郑丽文30%这样的支持度碾压其他的人吗？其中这个民调里，郝龙斌是17.4%，立委罗志强是16.1%。那当然，到底国民党主席选举如何，还要看看最后花落谁家。但是现在赖总统主打的目标是谁？柯文哲交保在外，主打民众党吗？小草冲到民进党中央党部扎鸡蛋的画面呢？现在呢，直接地检署把他侦办之后侦结起诉，当时这2位还被逮捕了呢，依照无故侵入建筑还有恐吓危害安全罪起诉了。那同时呢，民党也以这个新闻这个起诉来为由，说黄国昌所领导的党呢屡出现暴力行为，要求他道歉。那当然，这个要求道歉的还包含最近吵得很凶，说黄国昌养媒体的狗仔一起合作去抓政敌，甚至去跟监偷拍的对象还包含了柯文哲吗？那这2个人有办法因为这样就被分裂分化吗？看起来2个人一前一后一起进到了今天北院的开庭，2个人笑容满面的挥手。那这个所谓跟监，很多媒体在问他说，去88会馆啊，黄国昌偷拍你啊，才会爆出来等等啊。那双方不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笑眯眯的进场之后，随后2个人分别发文，用这张照片，黄国昌登在自己的脸书上说：“哎呀，早就在跟他了。”柯文哲 #柯文哲的脸书发文是说：“哦，居然真的被跟了。”然后 #黄国昌看起来也是蛮有触笔的啦齁。所以对于黄国昌的穷追猛打，当然这样看起来是不够有效。2个人没有萌生心结，以至于温朗东讲没办法，因为柯文哲他现在没办法发作，因为他的官司呢还没有告一段落，只能任由黄国昌摆布一阵子，再找下一个转机的机会吗？而这个狗仔跟监林楚英特别提的是说，这个成本很高，半年至少125万啊，因为他停的跟他租用的停车位呢，说半年就要125万以上。资金是不是来自中资呢？哇，这个是这2天民进党最多人在讨论。哎呀，这个要用中资把它抓起来，因为其实于法无据。如果要用中资抓起来，又需要证据啊。其中张景森也跳出来批黄国昌违法呀，资金的滥用啊，对正义的羞辱啦等等的。但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对于啥在野党打击的模式，川普也来了。那美国政府10月1号被迫关门，部分的这个部门直接没有办法运作了，川普气炸了，所以跟民主党的沟通协调失败，他直接公布要冻结所谓民主党的州的资金，还威胁要裁员30万人。也就是说，你让我政府停摆是吗？我就直接把纽约州的预算补助给拿掉，然后还有16个民主党的执政州80亿元的绿能计划全部不给你，那更是各种蛮像小孩子在玩的各种羞辱的手法也来了。川普还用 AI 影像去恶搞民主党的领袖，帮他戴上了墨西哥帽，戴上了小胡子 AI 合成之后，然后放上了是哪里？白宫播放，就在这个各种白宫开的记者会的会场，直接荧幕就放这种荧幕，然后引发了各种争议。那 Vance 副总统还说，这种恶搞只是在开玩笑而已啦，只是驳斥了民主党是相关的影像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说法开玩笑没什么，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嘛。但是在跟民主党沟通协调对话的过程当中，川普有个动作，他特别在桌上摆了2顶帽子，川普2028 2顶帽子对着这些民主党的议员，然后呢再来陷入僵局的时候还说，那我要把帽子送给你们这些民主党的领袖，然后让气氛非常的尴尬之外，好，谈判结束谈崩了嘛，因为是各种的嘲讽啊，让他们没有办法谈下去，还坚持川普带着这些人穿越白宫的画廊，在拜登的这个画前，本来应该这走廊上都是各时期担任这个美国总统的画像啊，就特别停留在这幅画，
这是哪里？这是拜登本来应该他的相片的，却变成了一张签字笔自动的签名的这个画像的前面，然后呢停留问其他这个议员们的感想如何，就是在嘲讽说他是自动签名拜登如何如何，羞辱的意味这么的浓。其实也蛮像小孩子吵架的这些做法，现在也都出现在美国、台湾，有很稀奇嘛？亮哥，其实郑丽文民调在党员会比较高，我并不会感到意外啦。你不要以为他很年轻郑丽文跟罗志祥都55岁了，拜托，郝龙斌是72岁，所以我觉得他带动的绝对不是说只有40岁以下年轻党员的票啦，因为国民党的党员平均年纪是很大的。我觉得主要还是第一个就是谁能够带来新气象，没错，谁能够让国民党的改革能量、作战能量增大就是至少到2026、2028，你可以加分吧。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这种考虑啦，就是而且你碰到的是跟徐国勇作战那人家当然会去对比郝龙斌能够跟徐国勇作战吗？因为郝龙斌已经选过2次主席了，一次输给江启臣。一次输给吴敦义那2次你都败，显然人家对你的期望值没有那么高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啦。那其次才是蓝白合啦因为首先当然是针对自己的党嘛，是让自己的党能够变大，能够得到更多年轻或中间选民的支持因为外面有人说这个是世代之争，其实拜托55岁不年轻了啦我更多的我会觉得是能不能带动这个政党的活力了因为国民党有很多是没有好好发挥的啦国民党有14个县长县市长对不对？立委40岁左右的有11个那你有整合起来变成党的主要的战斗力量吗？就是没有嘛。我觉得这个才是主因那至于你接下来能不能跟蓝白合作，你自己没有能量，你要跟谁合作没错。所以我觉得，就国民党的党员，他首先考虑的应该还是这个，就是谁能够让国民党更有战力更有活力，然后民调能够增加有利于2026、2028的选举我觉得主要应该是这一个啦那当然因为国民党的党员有一些是大户党员可是据我有做一些了解这次补缴党费的人比历年要少很多我得到一个资讯是补缴党费只有8000多人，这个比历来要少很多那意思就是说，可能这次的党主席选举，大户发生的作用会比以往要少就说很多人就不想管也不是说他不是大户，而是他不太想管那就你就自己去投那自己去投的情况，我觉得相对对郑丽文会比较有利可是2个人非常接近因为你也不能够只看民调，你也要看有没有认识大咖那大咖也会左右胜负嘛，所以恐怕还是到10月18最后才会看到结果啦不过如果就现实面来讲，其实郑丽文跟罗志强可以好好谈一谈他们2个人的票有明显的重叠，很可能弃保就发生在这2个人身上。因为这2个人蛮明显有重叠那就是比较希望有改革的啦，带动更多的作战能量的，大部分是投资这2个人这个我想感受得到啦。那这次去扯这个黄国昌搞狗仔集团真的很奇怪你民进党如果这么在乎这个，你怎么不去帮赖清德办个案赖清德当年怎么讲的蔡总统可不可以不要用国家机器对付我吴思瑶你记不记得你们8个立委跟赖清德密会被偷拍至今有破案吗？请问是哪个狗仔来偷拍8个立委跟赖清德见面你要不要去回顾一下？坦白讲，我还稍微听到是谁干的你们怎么不去追究所以我觉得很好笑啦。那林楚莹还认为他有这个行情，让人家半年花125万来拍你，你太高估自己了吧？那怎么会是针对你嘛？哎呦，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连这个也要去扯到中国大陆，这简直是堕落，简直是堕落啊！那请问偷拍赖清德跟8个立委的是谁啊？那个会是什么样的力量？这个太堕落了啦！坦白说，这个案子的真相我也不知道啦。那目前中央社也在追究那个记者嘛，对不对啊？可是我觉得扯到这里，这个就你要去骂民众党，你有很多方法啦。要去扯狗仔队啊，那过去搞狗仔队的民进党的人，先自己查一查吧。看来只是先确保自己不会被再拍嘛，然后呢，要搞到中资，什么都扯中资，还要无限上纲。OK， 那个党员民调啊，这个各位看看就好。我想不用党员民调，应该这个也是反映党的现实了。但是呢，党员民调为什么很简单嘛？假如你要从大部分里面去问到党员，然后才来做民调，那个成本不知道有多高啊？有名单啊，要不？第二个，你提供名单名单以后，名单你还要抽样你名单不抽样行吗？那个党员名单抽样，你就要把几十万全部要输入电脑，然后再抽样。很抱歉了，这个应该他拿不到那样的名单，拿不到那样的抽样了，这个听听就是了。但是气势大概是如此了啊，技巧上、技术上，这个听听就是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我倒比较在意的是美国的这个事情。就美国来讲，政府关门也不是什么新闻了，第18次的样子，是不是？22次，22次。所以，但是呢，他这一次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那就是说，一副干到底不想妥协的样子。过去啊是吵，然后大家就一面吵，那一面就出，因为这个是大家的事。但这一次啊，川普是采取不怎么样结束的样子，焦土战略。对，你就要看那个今天白宫记者会，白宫记者会是番茄去主持的。那白宫记者会里面呢，这个所有的到尾就是攻击2个人，一个就是把拜登拿出来抽一下，第二个把苏莫啊这个来当做一个重点。不止如此，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是范希来主持第一个来指定发言的那个人，他问的说，现在有2个民主党的谎言。我靠，这你们当过记者，当过的有谁？这个摆明就是安插好的，讲好了，安插好的那个锥子嘛。那这个东西就是一副就不愿意结束，而且把这一次啊，这个够与不够，这蛇代这全部计较在一个事情上，都是在野党的错啊。不止，还计较在一个，就是说这个钱够了，就是民主党要护航谁，要把这个钱拿去给非法的外国人的医疗保障。你没有发现跟台湾的这个朝野两党吵架的时候一样啊？就真相是不谈，就谈其中的一项。因为民主党要的就是平民医疗法案。对啊，那然后呢，这不是这样子，同时他还提了一个呢，那你们看，你们什么都要听你的，我才要通过，那我就是这一次就不听你的。哎呀，前面讲，不管怎么样子，这个民主政治走到这样的地步，好像已经触礁了，就是所谓的民主异化、分类对立啊，不但解决不了，而且大家发现越分类越对立啊，对于自己可能越有利，越来越像台湾。对。对啊，世界怎么跟上台湾？以前我们常常昨天的美国，今天的台湾是哪里？现在是今天的台湾，明天的美国，是中国会也是啊，就是我完全一样，而且那个作战的方式、组织的方式什么的，几乎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而且这一次的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就借机解雇大量的联邦柜，而且这个在解决的时候，你看那个记者问他，听到这一次的解决里面都是民主党跟民主党相关的支持者，他对这个问题他也不太愿意去逃避，就是那个番茄回答，他也不太愿意去逃避，就一副这，他也没有讲是了，但是他也没有说没有这一回事。我想这个国家下去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不认为这一次关门会再开门会容易的，因为这跟过去差一样，差太多了，才不一样了。曾经拖37天，是啊，这次可能会血那我们请专家，真的血流成河会怎么发展？严老师，
啊，我想我先回应一下，这个狗仔队的问题啊。狗仔队很简单，公众人物大概都会必须要，就是要接受这个很残酷的一个这个事实，就是你们就是会被跟啊。那如果是一般小民，我觉得是可以啊，反映说你们没有我有隐私权，公众人物基本上真的是没有什么隐私权啊。那有些时候，像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这些社群媒体的领袖啊，这些网红，对不起，你们都把自己变成公众人物了啊！你去参与一个活动，你要特别突出自己，这种也变成一个场域里头的公众人物。那如果人家今天挖出来你做的事情前后不一致，你说那是我的隐私，对不起，你是自愿把自己变成公众人物的。那一般的老百姓大概都不需要忍受这个啊。那所以我觉得今天不管是哪个颜色的，大概你都要去思考一下，你今天自己变成政治人物、公众人物之后，这个事情是一定会有的哦。但是我觉得什么花费125万来跟他，我觉得把自己搞得太碰风了一点。那至于川普这个，我对川普我真的是我快要无言了，因为我现在都怀疑我自己在美国为什么我在美国拿的学位啊，就是我们学的政治学啦，怎么回事？对，就是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就是说完全没有我们英文叫 civility， 一个基本的礼貌，一个基本的文明。你看他做事情之粗不可耐啊，但是呢，你看还有旁边刚才我们看了帮他拍手的人。就我觉得美国人你怎么把自己堕落成这个样子，去支持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让我们对过去对美国的历史、对美国的宪法一些至少有些文明的东西都还蛮欣赏的，现在真的很难都把它推翻了。那刚才我同意刚刚李老师讲的就是说你今天川普明着就讲了，我今天就是把这个东西准备拿来当做斗争的工具啊，那大概呢也不会再有什么，他觉得说，到时候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他到最后会把这个东西来解释成为今年美国经济表现不好的原因他把它管那个不是关税是民主党搞的这个东西，把政府搞关门了，所以我们的 GDP 也降了所以我认为他今天是搞这个东西是一石几鸟我都不知道了可以把民主党的政敌搞掉然后把这些所有的问题怪罪于民主党，然后你看看很多要被裁的都是联邦，我们知道帮政府打工的大部分民主党比较多帮私人企业的共和党多所以他真的是一石三鸟然后把这个最后我觉得把这个 Jeffrey 这个 Hakeem Jeffrey 他根本就是一个这个我们叫做非洲裔的，你把它搞一个西班牙墨西哥的帽子，你去放墨西哥的音乐，然后搞他那个墨西哥那个 mustache，我觉得你是一次得罪两种但是他无所谓。我觉得川普现在正在进行的叫做政治的种族清洗，是他没有用行动去杀人，但是是政治在做。